What's up, guys？ 富士最早期发布镜头有18、35跟60这几支镜头呢，其实我都有使用过。今天就来聊35定焦。35定焦呢，在富士上就是我们的标准镜，等于全幅50的焦段。而这个镜头呢，也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呢都听过什么天使之眼之类的称号啊。那为什么这样的镜头呢，会让人家有跟天使这样的联想呢？我想呢，就是因为它的景深的韵味呢是非常棒的哦。一开始搭配使用 X-E1 跟35定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的颜色发色呢非常的干净，不仅是鲜艳，而且是它的细腻程度呢，它的层次变化呢都非常让人喜欢，也是一开始让富士相机将高画质形象增值于人心中的一大工程。而35定焦一开始用的时候，会觉得它对焦科技相对于是比较落后的。因为它的对焦做动啊，开机的时候会稍微移动一下，前后伸缩感觉呢是非常不好。不像很多镜头呢都是使用了比较一体化的设计，不会有这样前后伸缩的感觉。可是画质的优异呢，让我们稍微对它的操作不便呢产生比较多一点容忍。而随着机身迭代更新呢，这样不便操作性似乎也进一步得到缓解。后来的相机从 XT1 啊、XT2、XT3， 它们的对焦呢都越来越迅猛。会产生对焦做动那些噪音声响呢，相对体验时间比较短，比较不会那么恼人哦。搭配 XT1 跟 XF35 呢，我也拍了很多时尚的作品，包含了人像啊，或者是一些婚礼、商业记录等等。其实它的成像素质呢，都非常令人肯定。与当时使用全幅加标准镜的成像而言呢，其实并不会有任何的落差呢。而它所呈现的散景呢，也非常的均匀，非常的奶油，也让人家非常的喜爱这样的特色。而这样特色呢，也被人家称呼为天使之眼。同时呢，也是早期3颗定焦镜里面最为泛用的镜头呢。除了声响比较恼人，对焦呢需要比较费劲之外，其实它整体的质感，不管是它的金属做工啊，它的手感呢，都是一流的。而令人喜爱的景深的呈现呢，也让 APS-C 片幅比较不会让人家对表现力呢有所质疑，但是用起来这么干净、这么漂亮的画质，其实放大看呢，它也不会有任何比较明显的缺点。但细看它的细节表现力呢，会发现它的细节非常的锐利，而且有一点点干涩的感觉。其实就让人家会直觉联想，它是不是做了机内锐化的动作？因为相较于其他35定焦镜头转接在数位相机的机身的成像，它成像呢其实是会比较柔和，带一点颗粒杂讯呈现也比较自然。但是35定焦呢，它似乎是做了一些机内优化，因此呢，它看起来它的细节成像颇为锐利，可是它的颗粒杂讯呢也稍显干涩的感觉哦。由于这样优异成像呢，所以我也曾经3进3出呢。搭配 X-E1、X-T1 跟下 X-T3 都各自在购入了这样 XF35 的镜头，甚至这样的好的镜头呢，也可以让一些偏移机身有了更好的表现。比如说 XT200 这样入门机身呢，如果使用35定焦呢，也会让作品呢更提升一个档次哦。我想一支镜头最重要就是能够让拍摄者拿起来的时候是感觉是开心的。而看完照片呢，会感觉有所惊喜。这也是 XF35 平凡无实的外表下最令人信赖的一个特点呢。而天使之眼似乎是有这样的魔力，能够让每个拍完照片的摄影师们，在看到照片呈现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暗自欣喜，心里面想着富士相机拍起来真的很好看的。顺便的好处呢，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时候，轻松的放进包包里面。比如说，随身携带必备装备 ，P3 能得35定焦。富士相机呢，只有搭配像35 f1.4这样的镜头呢，才能够全天候的，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拿起来拍摄。毕竟它可以有效的帮助富士相机让它的高 ISO 比较没有压力哦。至于什么样的相机镜头组合呢，可以让我觉得它的轻便度是 OK 的呢？很简单，只要能够让我持握的时候能够展现出 OK 的手势，就便是咯。拿着富士相机拍摄这样的季节色彩呢，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随时随地随便拍，用富士的发色呢，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成效哦。尤其是使用我们的天使之眼 FX35 f1.4，怎么拍怎么美。可是呢，在拍的时候
不要只是单纯的在原地用观景窗这样子去拍，试着呢把你的手拉长，把你的富士相机当成一支超级棒的手机去拍吧。近拍呢，往往会让你有更好、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尤其是让标准镜这焦段呢，近拍之后产生的绝美虚化，绝对会让你爱不释手哦。但是在拍这样的美丽的季节色彩的时候呢，都要小心，因为很多小鸟会在上面吸食花蜜而随地的大小便，所以站在树下呢，时间不宜太久哦，免得会有一丝丝的惊喜出现。等下50毫米的焦段呢，就是在画面上透视是比较自然的，所以第一眼你不会觉得画面呢跟视觉看起来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呢也少了点利用镜头的特色来作为创作的一个红利。但却也让画面呢更为自然、更为耐看哦。虽然标准的焦段呢不会有太多光学透视的强化，或者是很多明显的特色，可是呢，因为它平时的缘故，我们可以在画面中任意安排构图，将物体放在画面的任意的角落的时候，都会选择不会过多变形，而相当自然。这样子呢，我们就会任意的去放置我们构图元素呢，做成一个纵深的关系啊，或者是平面大小分布比例的关系，来训练我们影像观察过程，对我们影像构成人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方式。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注意我们构图的四周边框容纳的范围是否将元素置入啊，或者是排除。这是我们使用标准镜构图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一些细微的点，让你构图更好哦。拿着富士相机在街上随拍的时候，怎么样比较省电呢？其实有个小秘诀哦，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拍完我们不用急着关机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将相机呢开启一张照片播放，然后呢就这样待机，需要拍摄的时候切按快门，瞬间可以继续拍摄。这样子呢就不用反复开关机，而且又可以快速反应，同时呢播放照片的时候也不会太耗电，也是个不错的方式哦。在2023年的当下呢，还有哪家厂商会用那么多金属呢去构成相机镜头的外观呢？像这样油油亮亮的全金属外观的构造，看起来就非常的赏心悦目，且用且珍惜吧。炸薯片来买一下。老板一份地瓜片。对于富士 XF35 的画质印象呢，一直都非常好，但是它的画质到底好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来跟竞品对比一下。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我们的 A7C 呢加 F1 的50 F1.8， 这两者呢拍摄一样的风景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成像差异呢 ？Let's find out。结果显而易见，其实如果很多人说 XF35 偏软啊，或是细节呈现不好，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可能是个体因素哦。因为跟全幅的50 F1.8 比起来呢，两只等效 F50 比较起来，其实富士的画质非常明显的只多不少，非常的锐利，不管是中心啊、边角啊，都非常夸张。即便是现在有了新的33 F1.4 镜头，但是35它的价差啊，跟它的稳定成像以及小小体积呢，依然可以让现在的富士用户呢多回头看一眼呢。如果你也对 XF35 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留言，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哦。说到了三进三出，现在又是要将它脱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如果把它直接丢到二手商店，它产值会剩多少？通常正常的话，这一颗目前不售价格是5000块。5000块，哦，没有办法再高，大概都是这个价格。真的。OK， 好，
谢谢。好，谢谢。好，那我再考虑一下。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谢谢。当然，3进3出的结果呢，就是深刻体会到镜头要买的时候很贵，但是卖的时候值不了几个钱呢。对于器材呢，谨慎投资，稳定持有。Right， 刚刚呢又把 XF35给送走了，很棒的好镜头，只是呢现在要把它换回现金了。期待以后呢可以有缘再相会喽。非常令人难忘的好镜头 XF35 f1.4，拜。